请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野老师，欢迎；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许巍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胡磊图老师，欢迎。接下来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先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从高中就认识了，可以说我对他很了解，但是有时候他不太理解我。上大学以后，我们一直是异地，不在一起就经常会有矛盾，偶尔能见面的时候，也很可能因为一些小事而不开心。我希望我们能多理解对方，能愉快地度过每一天。我呢，是那种比较独立，然后又很完美主义的人，但是我男朋友啊，就做什么事情都很应付。我们2个人在很多观念上都有分歧，我希望他对我的选择啊多一些支持，不要总是和我对着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李22岁，来自广东学生；小刘23岁，来自广东学生。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啊！大学同学吗？是高中同学。高中同学？对，我们上大学了，异地。哦，异地几年了？异地有3年了吧。异地谈得怎么样啊？经常会有矛盾吧。我觉得他很强势，就搞得我跟他在一起就觉得有点压抑。怎么还压抑了呢？就比如说我跟他有一次去吃饭嘛，他特别喜欢吃鱼，我不喜欢吃，可是我还是给他点了。然后我就是从小都不喜欢吃青菜啊，就我妈喊我吃我都不吃那种，可是他就一定要强迫我吃青菜，然后我不吃他就生闷气。我觉得吃青菜有益他健康呀。可是我妈也没让我吃啊，就为什么你一定要强迫我去吃？那我觉得对你有益健康呀，我也是为你着想呀。就还有，比如有一次就社团开会嘛，然后那个社长催得很急，让我去开会，就当时没有带手机去，也没跟他说。后来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给我发了很多条信息，然后找得我很急，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嘛，我就说社团开会去了，对不起嘛，让你等那么久。然后他当时就来气了，说啊，你是不是去玩游戏了？你是不是去跟女生约会去了？然后就问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他平时开会吧，他也会说，然后他就是在打游戏的时候，他不会跟我说他去哪里什么的。我后来也告诉你是社团开会啊，就是为什么你还是不相信？哦，男生的重点在于女生不信任，异地恋信任是个大问题，你信他吗？有点不太信。为啥呀？可能我是那种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人，平时他出去的时候，我都想他给我打报告啊，去哪里啊，跟谁什么的。每一件事都要交代清楚吗？难道？日常生活里是要求每一件事情都交代吗？对啊，就我要去哪里啊，就要提前跟他说，就打报告一样。我想去做的事我就去做啊，为什么要跟你提前打报告？就觉得很烦。你敢说很烦？对。就我觉得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就有一次吧，我和老师闹矛盾了，然后我去跟他讲，女生嘛，跟男朋友讲那些事情都是想要一下安慰啊，可是他就直接来了一句，是你做错了吧，不然老师怎么会针对你呢？就这样子，我就觉得很难受。可是后来我也知道自己的错误，我就跟你道歉了呀。然后现在有人敢惹你，我都跟你一起去骂他了。我都改成这样了，你还想怎样？真是这样啊！现在有谁说你不好，他就骂人家？没有，他就是安慰我一下而已。那不是改了吗？挺好的呀。可是我觉得他那个安慰好假，就是我觉得他不是从心里面去安慰你的那种。不是，你是怎么安慰的？你能告诉我吗？我就说是他错了，别这样啦，别伤心啦，这样。你看是不是有种敷衍的感觉？我没听出来敷衍，我没听。他要求这么高的？对啊，难道我还要捂着鼻子跟你说是他不对，这样？
那就是说，除了强势之外，是不是女生还是一个挺追求完美的人？对，我是比较完美主义的。就觉得他不仅对我强势，还对别人强势，觉得任何人都要顺着他的意一样。比如说呢？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帮他搬宿舍嘛，然后当时他去问那个宿管阿姨借手推车，没借到，他当时就跟宿管阿姨吵了一架，觉得为什么别人能借，他不能借。对，因为那时候我是看到别的女生都是直接拿了手推车进去搬东西的，然后到我要准备推走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说：“你不可以推走啊，这是学校的，你不可以乱拿这样子。”我那时候就很来气嘛，然后我就还是想拿着，因为我东西比较多。然后那个阿姨就很大声的吼了我一句，我那时候就很生气，然后就跟阿姨吵了起来。其实姑娘，你知道在哪儿吗？阿姨，我用一下这车行不行？您没说，您动，当然不高兴了呀。然后后来我去借，也是就软磨硬泡跟阿姨，然后还是借到了呀，帮她把行李搬了出去，然后她一路上都在生我的气。你生她的气啊？为什么呀？我没有，我平时自己生气的时候，我会一个人生闷气的，我不会理其他人，就是等我自己气消了之后，我才会跟别人说话什么的。你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围着你转吗？都应该顺着你的意吗？我没有这么想过呀。哦，看来压抑很久了啊。你接着说吧。就还有，我觉得他真的很挑剔啊。就比如说他逛街的时候，就看上了一件衣服，那件衣服材料不错，然后价格也挺合适的，然后他就说，啊，这件衣服用料不好。然后后来碰到一件用料不错，然后价格也挺合适，款式也挺好的，他就说他很难搭配，又不买了。然后就这样从早上一直逛到晚上，逛了好久都买不到一件衣服。那我要求比较高啊，也要符合我的审美，我才会买呀。我不会胡乱买一件衣服啊，哪像你呀，看到一件就觉得好看，就立刻买了，都不看它的价格和用料。那你对自己要求高，能不能对别人不要这样？就放低一点要求。他要求你什么了，小子？就是我买衣服，他也要像他一样要求，就用料各方面都要很好才能买。我本来就是喜欢一件衣服就要买的那种人，然后他就要求我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很完美主义的人啊，我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要求啊，这不行吗？他除了要求在买衣服上对你要求之外，还对你什么地方挑刺儿了？就比如说他挑酒店吧。就有一次他生日，我给他挑了一间公寓给他过生日啊，就大家一起过生日。你还好说这个，那时候我去广州找他，那时候我要过生日嘛，然后他就很高兴的跟我说，他说订了一个公寓，我那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我挺喜欢住公寓的，有那种落地窗嘛。然后呢，我过去到之后，我看到那个公寓，我就傻了眼了，它400-500块钱的公寓，它就只有一个落地窗，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发现床单里面还有很多头发，我就觉得最基本的卫生都没有搞好啊。我就把那些公寓存在的缺点啊都列了下来，然后让他发在那个软件上面去评价嘛。然后他倒好，他什么都没给，就直接给了一个好评。当时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公寓的主人嘛，人家9点10点晚上还过来帮我们搞卫生，人家那个服务态度还是挺好的呀，为什么要这么挑剔？可是他如果当初把卫生搞好了，那我还会挑剔吗？可是人家过后也是就很热情啊，人家都说了是保洁阿姨没做好，这也不关他的事啊。然后后来你发给我那些我也发上去了呀，只是给了个好评而已，你干嘛这么在意？你们俩当时就为这事儿也吵了吗？对，然后就弄得很不愉快，就当时也是他生日嘛，就因为这件事吵起来了，所以生日也没过好。对，生日也过得不开心。你们俩是不是经常会在这种小事儿上面产生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意见？对。对。啊，男生有事儿敢跟你说吗？就是你知道他有这么大的怨愤和怨气吗？没有。为啥不跟人家说呢？他就是什么都不跟我讲的，他有什么烦恼啊、心事啊都不跟我讲，我就觉得我好像很不了解他。我也有跟他分享的。可是他也不愿意听。什么不愿意听啊？是你自己选的时间不对，好不好？我现在是在考研期间嘛，备考，然后我每天晚上都是要11点就睡觉了，然后他每天晚上都很准时的，10点50分就来找我，他说啊我很烦，我最近心情很差，
然后我都不知道我是回他还是不回他好，因为我那时候都要睡觉了。不是你是异地恋，每天固定10点50分给你打电话，不就是要跟你沟通、跟你聊吗？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都已经要睡觉了，我觉得会影响我下一天的那个计划。哦，那你们这样的话，如果不按他这个坚持这么走的话，你异地恋怎么保持呢？不是，我觉得我们2个可以调整一些时间，规定一个大家都有空的时间来聊天，不就挺好的吗？他为什么非要在我睡觉之前去找我呢？可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才有情绪啊，情绪就不是说有就有的，他是突然上来，然后我来找你，然后你又对我爱答不理的，我就很难受。我也很想听你说呀，我也很想去了解你呀，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已经听不下去你在讲什么，然后我听不下去的话，你又说我不在听。你根本就不在意我，我觉得真的。那你们现在这个打个电话什么的，基本靠什么来维持电话内容呢？我经常会跟他讲我哪里不如意了，有什么发生了什么开心的地方。可是我一讲到那些消极的、带有负能量的东西，他从心里面就觉得很烦。他那时候就直接就说：“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了？我觉得很烦。”当时那次是特殊情况嘛，当时那次是期末考试，我又在备考，然后当时社团的事情又烦，然后那你可以跟我说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啊？我跟你说了，我后来跟你说了。后来每我都说次都是说后来。我不是说你烦，我说这些事情烦，你是自己误会了。我想问一点这个生活里的细节哈，就是你们异地之后大概多久能见一回面？就大概1个月1次吧。一般是谁去看谁呢？都有，就是轮流的。上1个月我去见他，下1个月就是他就来见我这样。你觉得在这个异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方变了吗？我觉得他没变吧。我觉得他变了，他本来是挺爱跟我说心事的，可是现在我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女生觉得男生没有变，对他还是一样的不爱跟我说心事啊。就是不变的地方还是他的臭脾气，真的一点都没有变。那臭脾气怎么能变嘛？那你当时喜欢不就喜欢他的臭脾气吗？那你们今天来要干嘛呢？解决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矛盾看一下能不能解决吧。如果不可以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可能会分开一段时间。这个在来之前你们讨论过吗？说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没有。这是今天第一次说出来。对。意外吗？如果是他对我还是这样漠不关心的话，我觉得是意料之内的事。他不是挑剔你，这不就算关心吗？有时候女人对你的挑剔就也算是一种关心啊。你怎么会觉得他漠不关心你呢？可是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参加那个歌唱比赛，然后在校园里的比赛前就跟他说，我要上台了，好紧张啊，我就给他发了这条信息，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句，别唱走音哦，就这样。然后我看到他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很气愤，觉得怎么你连一句加油都不跟我说？我觉得男女朋友之间就应该多一些鼓励，少一点挖苦吧。他就这样一直挖苦我，我就觉得好难受。所以是不是在你们的交往过程当中，两个人彼此的一些心地比较柔弱的部分，当拿出来给对方的时候，总觉得对方不能理解自己，对，不能接受。你们现在的心里话，最深的心里话，还敢跟对方说吗？没有了，我已经很久没跟他讲这些我担忧的事、烦恼的事了。好，你呢也一样。对。那你们现在还多久见一次？还是保持1个月见一次，每天通话吗？还是一个什么状态？微信的话可能每天都会聊几句，通电话的话可能就半个月这样子吧。听着风平浪静，这可事儿大了哈。来吧，各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完美主义它是分2方面看的。如果是对自我的完美主义要求，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如果用完美主义来要求周遭的环境，你会很不快乐。
谢谢左岩老师。当情侣之间已经缺少了倾诉烦恼、分享喜悦的时候，正意味着这对情侣会渐行渐远。女生，你了解这个男生吗？有点吧。有一点。那他是你想要的那种类型的男孩吗？是。你只是有一点了解他，那怎么能肯定说他就是我想要的？你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男孩，你一直是在说我要求你做成什么样子。你想要的是说把这个生日给你准备好了，房间订好了，那井井有条的那些细项都检查完了，那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生日。而他呢，只是说给你订到了你喜欢的公寓，但其他事情他觉得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觉得这足以表达我对你的爱了，他正在等着你去夸奖他呢。结果你一盆凉水泼过去，很受伤。类似的事情会有很多的，所以久而久之的话，他就不愿意跟你去倾诉了，因为好不容易要跟你倾诉，想听你的反馈的时候，你要睡觉了。你不能只是往那个垃圾桶里倒垃圾啊，他也自己也会产生垃圾，也想倒啊，无处可倒，因为你睡觉，就这么简单。男生呢，他是变了，这个过程是说，你原先认为他是那个样，但实际呢，越来越了解他。而女生是从来未曾了解他，那这样的情侣怎么走下去呢？两种选择，一种是分手，一种是重新了解，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对于感情都是挺认真、挺执着的，特别希望对我最初的选择，虽然是我非常年少时候的选择，能够从一而终。我挺感动，但是不适合就是不适合。男生说的两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一是说我要上台表演了，他给我发一个微信说不要唱走调哦。你们彼此是根本无法感受到对方，女生是想让你放松一下，是吧？开个玩笑，别唱走调啊，你就不紧张啊。你却是满腔的愤怒。其实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或者告诉自己，我真的需要的是一个身边陪着我的女朋友，能够在我上台之前拉着我说加油，你最棒。我真的需要一个跟我一起逛街买衣服的女孩子，说你只要穿着舒服，你喜欢，我都觉得很好。你需要的这样一个女生啊。其实你说她挑剔吗？是挑剔，但你真的觉得她适合你的话，你会觉得她的标准很好啊，我要去努力追随。所以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也不告诉她，其实时过境迁，我们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少年，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落地的爱情。女生也一样，我觉得你也是一个不错的女孩，但说实话，你刚才跟徐总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男生，他不是哦。如果他是的话，你怎么会提出那么多要求？为什么觉得他处处都达不到你的要求？因为他不是。我知道你当初喜欢他呀，喜欢他的内向，喜欢他的真诚，喜欢他对你衷心的爱，但是生活不仅仅靠这些就可以支撑，你们年少萌动的爱也因为异地消磨殆尽。我一度想，你们如果结束异地，是不是会好起来？听你们讲述，我觉得即便在一起，可能分得更快。我的建议是分开吧，两个挺好的孩子，享受过一段懵懂的青春的爱恋，也许今天互相的祝福就是对青春最美好的记忆。希望你们都能快乐，谢谢。谢谢严老师。姑娘，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失去吧。不是，人最害怕的是面对自己，害怕承认自己已经活成了自己讨厌的那个人。你再回答一遍，这个男生真的是你喜欢的男人的那个样子？不要因为怕他伤心而不敢说，他是你想要的那种男人吗？不是。对。让我猜猜你在想什么？他不向你汇报行踪，你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觉得失控了，对吗？你逼他吃青菜，虽然是为了他好，但其实是想表现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只要为了你好，你就得听我的。晚上10点45打电话给你倾诉他心里的苦，
你说会影响我明天的工作，我要按时睡觉，是因为你觉得他的情绪不是问题，而我明天的事情和我的作息时间更重要。所以你以上种种的行为归结在一起，你认为他是你男朋友吗？他不是啊。男生最关键的是，一味的忍受，并不代表你是在包容。你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我反感就是反感，我讨厌就是讨厌，我承受不住了，就是承受不住。你说实话，你还受得了吗？受不了。受不了了就直接说我受不了了，我要分手。我分手不代表我不认可你，而是我真的受不了。因为如果你一直这么受下去，它就一直会失，失与受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恰恰是因为你收的太多了，他才失得越疯狂。如果身边都不是这样去纵容他的人，他的脾气是有可能改变的。其实你是纵容了，要不然再这么下去，你也难受，他也难受，好吗？就这样。我一直觉得你们俩没有认真的谈过恋爱。年轻人的这种恋爱，这种异地恋，是人和人之间在了解上面真的是有隔阂的。有一个物理距离，没有一个共同空间的时候，这个恋爱谈的就是别别扭扭的。如果在一起，你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挑剔可能就是撒娇，因为有了空间和物理距离，那就是一种挑剔。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点，我们要面对，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感受。这个感受是什么？我累了，我要告诉你，你能理解吗？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或者我们停下来重新的审视一下就够了。放松，真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做选择。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还记得当初的你是多么的懵懂天真，可是我们都长大了，变得不再像那个少年。如果你还摆着一副公主脾气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我觉得等一个人成熟，等5年，甚至10年，甚至更久，我觉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今天上这个节目，我才发现原来你是承受了这么多痛苦。我觉得我没必要再继续伤害你了，对不起。谢谢两位的坦诚，谢谢你们。来，请回。一段情感最好的就是坦诚嘛。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了坦诚，结局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们曾经的这段情感经历能够为他们未来的生活打下一些基础。请开门。祝两位年轻的小朋友们找到属于你们的爱。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是一个大学的，相处1年多了，一开始还挺开心的，但是后来他就经常会让我做一些我不太想做的事，不听他的他就吵就闹，我希望能多一些彼此的空间吧。我男朋友一开始对我很好的，但是在一起越久，发现矛盾越来越多。他的脾气很倔，我的脾气也很倔，所以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去解决，做到今日事今日了。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应该开开心心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像现在这个样子，各闹各的矛盾，各有各的倔强，就很难接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黄21岁，来自广东学生；女嘉宾小敏20岁，来自广东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谈了多久恋爱了
快1年了。喜欢他吗？当然喜欢啊。啊，当然喜欢了。今天要来干嘛呀？来这里解决问题，因为在一起快1年，总会产生很多问题的。哦，问题大吗？哎，说大也不大吧，但是也不是很小，毕竟快1年的时间，总会有一些小摩擦的。哦，谁来说问题？谁先说？他，我来先吧。你来先。我跟他，因为家庭成长的环境不同嘛，因为是2座不同的城市，所以就会有一些在消费观念上的差异。比如他爸妈小时候就带他出去旅游那些，他就很向往那样的生活啊。然后他就会为了去旅游，他省吃俭用，虽然瘦不下来了，但是不是你这别后面那句话别加啊。然后他就会很努力的去攒钱，把自己的生活费省下来一部分，留着去旅游。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个人觉得这种生活，旅游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都还是学生嘛，应该先充实自己的生活。比如你吃饭吃多一点，先把自己养好了先，然后以后工作攒点钱，你想飞多远飞多远，没必要现在过得那么刻苦的日子。哦，对他出去旅行这件事儿，你有意见是吧？对啊。他是希望能提高生活质量，我是觉得我勤工俭学，不靠父母，就靠我自己，趁年轻多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啊。然后就发生了冲突，因为他就觉得吃得更好一点会更好，就不愿意把那个钱拿去旅游。我是宁愿打兼职也要去一趟旅行。哦，你在兼职是吧？对。你兼职了吗？我也有，不过现在因为我跟他是学长和学妹之间的，我大他1级啊。我现在在准备我的毕业论文那些，就没什么时间去兼职了。啊，那你们是因为吃还是因为兼职发生冲突啊？因为观念吧，我觉得，就钱都是一样的，我就宁愿把钱花在几天的快乐上，坐个飞机去旅游。他就希望能把钱放在平时生活中，提高生活质量。那你们这1年多去过什么地方旅游呢？去过长沙。啊，还有呢？北京。哦，可以了，都是花自己勤工俭学的钱吗？对。是你一个人去的，还是你们俩一起去的？我拖着他去了。那你都去玩了，你还说什么呀？为了出去玩，你现在就付一点花呗的债务，然后你过阵子你就又要靠努力去兼职那些补上这笔债嘛。但是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去打工兼职，我觉得有能力还得上。如果没有能力的话，是不会选择去走这条路的。啊，我们其实有点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哈，就是在消费的问题上，如果产生冲突的话，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冲突。对。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在这个层面，就也就是您说的一样，就是消费观念引发的另一件很大的问题，就是他靠着自己兼职和寒暑假工作剩下来的钱，再找朋友借了一些款项，给自己买了台小汽车。可以啊，姑娘，这多少钱那车？1万多一点吧。1万多什么车呀？新能源的。我买的是那种2个座的，所以就比较便宜一点。啊。因为我18岁考车牌了，然后现在已经转正了。那这没问题啊，这生活积极向上，也没靠父母。不是这样的，现在他是学生嘛，为了这辆汽车，他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像他现在的生活，除了读书、工作，就只剩睡觉了，一整天都在忙，就没有时间陪伴他了。就因为他快毕业了嘛，就陪伴的时间就只会越来越少。我都也不是说在意他陪不陪伴的事情，是的，我觉得他这样过得太辛苦了，因为现在心疼他。
他呢就不喜欢分享他的生活，就他太久没有发关于我的朋友圈了，然后呢，忽然间发了一个单独女生的那个生日，然后下面的评论有个人问他是不是换了一个女朋友了，就很难受啊。对，都很尴尬的情况。那个女生也算是我们的共同好友之一啦。那天是一起出去玩的，然后一起出去玩有拍合照，他就是单独发那个女生照片，但是前提下他太久没有露我了好几个月了，然后别人都以为他换了一个女朋友了。那一天是那个女生生日嘛，我就发了她单独一张照片，然后发一个生日蛋糕，然后祝她生日快乐。那你为什么就发2张图，发3张不就没问题了吗？单独发一张蛋糕，发一张大家的，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形象不是很好，我不喜欢拍照那些。那你配文配的是什么呢？就生日快乐嘛。一起出去玩也有拍合照，然后都有发合照，就他一个发单独了，所以就显得我很尴尬。事后你们俩怎么协商解决这件事儿的？没得解决，他的性格就这样。那你希望他怎么做呢？就我不是说经常发，就好歹2个月发一次吧，就不要好几个月都不发了，人家以为你换了一个了，就特别尴尬。发朋友圈，还有别的事儿吗？还有，我不喜欢拍照，他就很喜欢，然后他就硬逼着我跟他拍，然后我就强颜欢笑的跟他拍了2、3张，然后他又。可是他去长城也是啊，就不是有个碑吗？八达岭那个碑嘛，很多人都跟他排队的嘛。跟他就不喜欢排队，他也不想麻烦别人，叫别人拿着相机帮我们拍，就黑这个脸，然后就很尴尬吧，我就觉得。嗨，反正别人也不认识你们，有什么尴尬的？他都不喜欢麻烦别人。所以我就很好奇哈，你看你们俩已经有很多不一致的了，你们俩彼此吸引的你们的是什么呀？这姑娘吸引你什么呀？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的形象不是很好，就问他为什么会喜欢我。随性。就不会让人感到压抑吧，很随性的一个男生，很自由那种感觉。那你呢？他比较不太一样吧，因为其他女生眼睛都没那么瞎，就看着开个玩笑了，其实是她也是一个挺善良的姑娘，很乐观，很能带动氛围，让大家都觉得开心。她是我的初恋。我希望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可以吗？我要考虑一下。我一个女生，你考虑什么呀？就是我在他生日好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计划着打兼职存钱，存到快1000块钱吧，把他大学所有舍友、重要的朋友、部门的、协会的都聚在一起了，因为我跟他们也不熟也不认识，是他那边的人，所以也挺难组织。我是一个组织者，特别尴尬。然后给他订了蛋糕，在一个餐厅里面摆了2枚台，作为主人公嘛。然后是秘密进行的。然后他生日那天，他的发小在另一个城市专门飞过来跟他过，他就只能出去了。然后我就叫他定个时间，说。因为是秘密进行的嘛，又不能告诉他，就说你能不能定个时间点，能够准时到学校门口的，因为他那边的朋友一整群人都在餐厅里面等他，如果他没有及时到场，那场面很尴尬。然后他没有办法给出那个时间，因为我之前说过他是一个比较随性自由的人，他跟他的朋友都是玩到哪算哪，不会说计算着我哪个时间一定要到学校，所以又不可能告诉他嘛，秘密进行，所以就吵起来了。就他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哭了。谁哭了？我。因为他给不出那个时间，然后我们2个就吵起来了。那你告诉他呀，你说明天我要跟你一起过生日。没有，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喜欢惊喜的那种人，我想给我爱的人挺大的惊喜，而且是第1周年第1次给他过生日。后来这事儿呢？第2天生日的正日子的时候呢，因为他给不出时间，只能把他的生日宴会提前了，不是他生日当天过的。感动吗？真的很感动，因为当我去到那个餐厅，看到我大学时期所有的好友都集聚于此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同时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他吧，因为他那么用心的准备，可是我却把他搞得很乱。所以我就很好奇的问姑娘，你觉得这事儿其实我觉得啊，
挺简单的嘛。我可以不跟你说，但是我跟你说，我希望在你生日这天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点，我要跟你在一起。你告诉他这个不就行了吗？他也做不到啊，因为他的发小是从另一个城市专门过来的，他就觉得他发小来可能要去招待一下人家，我天天都可以在一起。所以当姑娘讲完这件事儿以后，我们就发现问题了。最早吸引她的是这个男生的随性，没错吧？对，自由和随性。而现在的所有的冲突点全部来自于男生性格的自由和随性。我希望在这个阶段我就这么干，未来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去旅行。其实这是一种随性的表达，对吧？对，买车嘛，车子迟早会有的，现在何必让自己那么辛苦呢？对，看起来是一个消费观念啊，但这里面有性格的问题。而女生就是属于那种对生活是有热情的，对生活是有规划的，希望在有条不紊当中有一些小的生活的火花，就像你说的这种惊喜。所以是女生觉得这段情感你发现有大冲突了，或者说你感觉要有大问题了，是这意思吗？对。男生有这个感受吗？在性格方面确实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两个人可以再包容一些的话，或许可以走得远。啊，有人提过说，我们就此打住嘛，或者有人在心里想过这件事儿。有。女生有想，因为冲突有时候发生太大，会有那么10几天是不开心的，就会有这种想法的。你有过吗？也有，有其实也挺正常。来，老师们，你们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喜欢男生的随性哦，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压抑。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压力吗？一开始没有，就后面他有一些自己的主张之后，我就觉得有点担子了。对，你们现在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男生开始感受到压力了，就是因为你们曾经的成长环境不同，造成了你们有不同的生活的观念、规划的观念、消费的观念。比如说他买车，他觉得他自己有能力去归还这个贷款，多干点活我就把它挣出来了，我要先买这个车。但是你现在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其实不管是去旅行还是开车，他现在什么都得拽着你，去长城我得拽着你过来合影。但是你不喜欢这样的压力，更不喜欢他给你制造的那种紧迫感，因为你随性惯了。可是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节奏的环境里面，我先要什么再要什么，他的规划是很清晰的。你也不是不好，你一样很好，你过着你悠闲的自在的生活，你有的时候你想要就要，想不要我可以不要，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但是当这样的两种状态撞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和心理落差，而且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这种压力会一直的压下去。现在才只是买一个车，过2天他可能又要干嘛了，但你不想跟着这个节奏走，对不对？对啊。所以如果你们想继续交往下去，就得要么你向他这边靠，要么你向他那边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给他过生日这个事情，吵起来了是不是？其实你可以想一种让他更舒服的方法去跟他进行沟通，但是你自我习惯了，你做主习惯了，你快节奏习惯了，如果你再这样往前冲的话，他会被你落下的。所以你可能也要多向他那面去妥协一点，彼此配合，那就有未来。就像你讲的，如果不能，可能未来的矛盾还会更多。就这样，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今天这个节目是你们俩谁要来？我要来。我一猜就是你。我上场，我进到录音棚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的背影在那儿转来转去，走来走去，对吧？很紧张吧？是啊。你肯定是不愿意来，但是因为这份感情，听他的来了。我再问你个问题，那个大聚会，生日的，和你单独跟发小的独自的这么一个环境的叙旧，以你来选择的话，你会更喜欢哪种场？
如果我不知道他搞那个东西的话，我肯定会跟我的发小随便去哪里逛，因为那是你的世界，因为那是你的选择。但我听起来，所有你们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情都是你不愿意，但是听从了，包括旅游，包括买车，等等等等。所以你在其中，你其实很难找到自己随性的那一面，很难体现出。也就是说，你一直在跟着他。你其实明知这件事情啊，你也能受益，对方也是善意，也是好的，但你心里就那么别扭。说句最简单的3个字儿，不舒服。结果可能是好的，然后呢，可能是你觉得哎呀还是你对，但是下一次为什么做决策的还是他？你会感觉很不舒服，很不开心。但这种不开心呢，又不是说他做错了什么，恰恰你觉得他做的也对，至少不错，他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且还很委屈。所以说这种状态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你会很纠结的。你希望有自己的主见，随性不意味着你没有主见。女生，其实你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现在还都是在学校呢。一旦你步入了社会，你的速度会骤然加快，你会越来越发现他跟你可能是2个世界的人了。如果能调整，就尽量调整；但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不是对方的错，也不是自己的错，这是你们实在的性格是不适合在一起，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其实单看2个孩子，我还都挺喜欢的。女生呢很努力，很知道规划，自己去勤工俭学，攒钱买车，攒钱给男朋友生日的惊喜，是一个挺好的姑娘。而男生呢，我觉得比较的温和，也比较的随性。正是他这种自由的状态呢，可能对于这个女生来说会被吸引。因为可能女生一直就是有计划的学习、生活、工作，突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男生，他很随性的去面对人生，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是男生吸引到女生的一点。你刚才开玩笑说女生喜欢你可能是不像其他女生瞎眼，这是开玩笑啊，但实际上你心里是窃喜的，终于有人慧眼识珠，知道你身上的好。2个孩子都不错，但是遗憾的是彼此吸引对方的这些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也成为了彼此磨合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这个很难磨合的背后，不仅仅是因为不同，我真的有点担心是你们爱得不够。因为整场的表达，你们2个都太平静了，而且谁也没有因为爱对方而爱屋及乌。如果女生你足够爱他，其实你可以在他即将毕业的时候减少自己的打工啊，多陪陪他不好吗？可是你还是固执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啊，我要去攒钱啊，我要去买车呀。他喜欢陈奕迅，我买了门票。你看，刚才我就想说这点，我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讲。其实你的恋爱当中太多注重的是形式了，所谓的给他生日的惊喜，所谓的买一张他喜欢的歌星的门票，但实际上他需要的是温暖的陪伴，或者我们很随心随性的逛啊逛，逛到哪里，这就是最好的爱了。就是你可能也欣赏不到他的点，也找不到他的点，也不能因为爱他而转化为听从他的安排。我的理解可能是真的，你的激情还没有完全被点燃，所以也没有办法顺着他去改变。而男生也一样啊，你如果真的因为爱他爱屋及乌，那你为什么不去打份工啊？你陪他早点把那个买车的钱攒下来，他就不会那么辛苦啦。你也多赚点钱啊，虽然你不喜欢这样，但为了他你去做啊。你也没有啊，你还是随心随性的在过你的小日子，你的激情也没有被点燃。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你们也不用今天一定说分手或者是不分。随着男生毕业，你们生活的更加的差异化，也许你们就看清楚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到时候是合是分，时间会告诉你们答案。希望你们都快乐，谢谢。好，谢谢杨老师。实际上，他给你准备的那次生日聚会，你是开心的。对。他如果不是一个行事有规划的人，又怎么可能给你策划出一场这样的生日聚会？我知道他真的很用心，对吧？
对，只有一个有规划的人才做得出这样的事儿。你说他在朋友圈发一张女生的照片，你觉得他太自由、太随性，对吧？但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人单纯的话，你又怎么会喜欢他？每个人的性格没有好坏之分，就看他在什么样的事情当中表现出来。你可以举出多少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的例子，我就可以举出很多因为性格互补而走了一辈子的例子。所以性格不同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很多人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是因为你只看到了在他的性格当中对你有利的那部分。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一个善良的人，但是当他对别人善良的时候，你就会吃醋。可是回想一下，当初你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的善良。我们喜欢一个性格非常随性的人，包容的人，因为让我们感觉很轻松。但是可能我们又接受不了这种非常随性而放松的人，在生活当中是那么的不爱干净、不爱整洁，甚至不爱卫生。所以性格没有好坏，我们不能只要求他性格当中对我有利的那些事情展现出来，我们就感觉到愉悦；而只要让我们感觉不适的地方，就说我们性格不合。说白了，那不是性格的问题，那是利己的问题，是自私的问题。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因为他过去的人生经历而形成的。如果你对他的人生经历更了解，你看待一个跟你性格不同的人的眼光就会更深刻、更包容，很多事情就会成为你最值得珍惜的财富。很多事情你在一开始的时候特别讨厌他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但是你在了解了他的人生经历之后，你不仅包容，你甚至还心疼起来。这就是了解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性格不合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你们需不需要彼此。如果有爱，其实很多性格当中不相容的那部分，会因为了解，会因为心疼，最后不成问题。好吧，希望你们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对方的成长和人生经历，也许你对对方的那些你不能忍受的性格的那个面，就不会有那么的反感。祝你们幸福。好，谢谢涂老师。平常你爱笑吗？爱笑。咋今天不笑呢？因为矛盾越来越大嘛。女生啊，规划性太强了。爱是规划不来的，好的爱情怎么规划呀？享受这个过程，这个方面你学学他吧。对于你们来说，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顺其自然可能对你们来说特别好。你们就这么顺着走下去，该争吵的争吵，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在争吵当中找到了大家的那个共同点。也许有一天，我不知道，也许有一天这小子变得比你可能更精于规划，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也许你真的就不喜欢他了。所以这就是人，这就是事儿。那么年轻，好好的享受。女生应该把你现实生活里面微笑面对这个男生，不要再想那么多了。你可以规划什么时候买车苦一下，可以规划什么时候旅行，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规划你的心什么时候不爱一个人。如果你现在还爱他，为什么不好好的享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光呢？仅供参考啊！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你先说。我想和你在一起，想有我们的以后。虽然你的规划是多了点，连我们买什么房你都已经想好了，但是管他那么多呢，我们现在先走下去就好了，可以吗？希望你给我个机会，可以吗？我觉得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开心，因为我是你的初恋。男生的初恋不都是最珍贵的吗？但是我觉得在一起越久，
特别累，我们吵架吵得特别多，所以我决定再考虑一下。谢谢你们2位，谢谢，请回。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来，见证。请保鲜剂。有网友提问：本来2个人说好2年后就结婚了，可是男方却在几天前突然提出了分手，理由是他想单身了，不想在35岁之前结婚，不想再耽误我了，就提出了分手。可是这8年多的感情，哪里是说能放下就放下的呢？现在我的心态非常不好，天天脑袋里除了他还是他。我也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再这么颓废了，希望能够得到老师们的帮助。8年的爱情无疾而终了，莫名其妙的突然想单身了，这都是不可能的。你要先切断你的慌张痛苦，把不甘心、指责等等负面情绪的干扰呢规避掉，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冷静下来，想想你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到底是你的后知后觉，还是他在蓄意的谋划？然后尝试的和他心平气和的去沟通，唤醒一下共同美好的回忆，以及曾经共同规划的幸福未来。总之，此时你需要保持的是清醒的判断和维护好自己尊严的坚强。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